大家好，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全球暖化，所以以后台湾的夏天有可能都会6个月起跳。我看到那个新闻，好像说，不知道是今年还是明年的夏天会长达7个月。那因为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散热系统。我记得我之前有拍过蛮多有关散热系统的影片，有水箱盖啊，然后水管啊，副水箱啊，然后再加上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涡轮车的副水箱水的减少的问题。那我记得我回复他是说，其实不管涡轮车还是自然吸气车，副水箱水基本上不会有肉眼可见的减少。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就所谓的肉眼可见，就是可能你今天看是在上限，结果隔天看就已经往下掉了，这个就是不正常。像以我的副水箱来讲好了，我的副水箱水基本上是都在减少，因为应该说我的车都有车罩，我的车很少在开，然后又是停在大太阳下，虽然上面有树挡住，但是那个热度还是很高，所以会导致我的副水箱水会减少，但是这个减少的量可能1-2个礼拜才会看到掉一点点，这个应该算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家知道热水会蒸发嘛。所以说如果很长时间的停放，然后发现副水箱的水会减少，这个多半都是正常的现象。那以日系车来讲好，其实整个散热系统大体是都一样，但是以日系车跟欧系车来讲的话，日系车最好分辨就是它的水箱盖就是负责压力的地方，它是在水箱上面，然后会有一个副水箱。但是欧系车它很喜欢把负责压力的开关跟副水箱整合在一起，所以很多欧系车它的副水箱材质会很硬，它不像日系车这个比较薄比较软，然后它的盖子就是这个很简单就盖上去，就是基本上就是防止水喷溅出来这种设计而已。但是欧系车它的开关，它的那个盖子就是用旋钮式的，然后甚至有的就是做成跟这种铁质的有压力弹簧在里面的那种盖子。那基本上水箱水会减少，除了我们从比较轻微的来讲好了，可能水管的接缝处啊，然后水箱本体四周，像这种一般原厂水箱，就是它上下都是有点类似 ABS 电木这种东西，然后里面垫着一条防水胶环，就是欧林啊、帕金那一类的，然后旁边这个凹下去把它夹住。但是这个因为毕竟水箱它本身的压力关系，可能久了这个就会有点被撑开，然后会导致，然后再加上里面那条橡胶的防水环，它久了一直受热嘛，它会硬化，然后再加上这个如果压力过大被撑开的话，它可能就会慢慢泄漏。那这个的检查就是上面比较好检查，上面就是可能你多看看旁边这些环，因为我们的水箱水多半都有颜色嘛，多半都是绿色或者红色，那就是看看上面这些
夹合的地方有没有那种颜色的干掉的痕迹出现，下面就比较难检查了。但是如果是下面的话，基本上它一定会往下滴，所以可能就是要看下面的护板。因为我没有带手电筒，所以下方的检查就是大概是看一下护板上面有没有滴落那个水箱精干掉的颜色，以这个做检查。那水管的接缝处一样也是看有没有那个颜色的水箱精的颜色的渗漏，上水管、下水管，然后比较老一点的时候还有热水管，这个都可以做检查。那比较严重一点的泄漏就是节气门，因为节气门它这边它有热水管跑进去，这里面是有水道的，节气门里面是有水道，但是这个检查你必须把进气气管你必须把这个进气软管拔掉。但是这边的泄漏基本上几率不高，因为这边它比较属于空的，就是它单独的就是有管路在里面，它没有其他的材质，就是可能就一个铝块钻洞，所以它产生漏水的几率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几率。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车都有暖气嘛，所以会有2条暖水管在那边，这个会有2条暖水管跑进去。除了检查外面的那个管头接缝处有没有漏水外，再来就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里面的风箱的水道热水排它那边在泄漏，那个也会导致水箱水减少。然后最严重的就是气缸床垫冲掉，像4缸车的气缸床垫就是4个洞嘛，然后每个洞中间就有一层比较窄的连接处，多半都是那边冲掉比较多，可能因为锈蚀啊或者高温导致缸体的平面跑掉，然后有那个缝隙在，水就会从那边跑。但是如果不严重的话，可能检查不出来，除非你把气缸拆掉。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就算天气蛮热的，你发动以后，你的排气管很容易冒水汽。我之前有一篇我有讲到，我的车在天气冷的时候冒的那个烟，那个水汽很夸张，真的蛮大的。因为一般的印象，排气管会排水汽就是燃烧完全的证明嘛。但是如果你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还会有这种现象，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哦，很有可能是水跑进去，然后因为发动燃烧，水被蒸发，然后随着排气管排出去。所以天气热的时候，如果发现排气管会有水汽出现，冒烟，如果轻微的水汽留在排气管那个孔道里面，那个还好。如果已经有水汽的出现，这个就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说你们跟我一样，车子常放着，水箱水会减少。还有一个检查方式就是拆火星塞起来看，因为如果你的气缸床垫冲掉的话，势必那个水会慢慢的流，会流到气缸，会流到燃烧室里面去。严重的话，可能你停放一阵子以后，你把火星塞拔掉，你往里面看，你可能会看到有水，或者你会看到有生锈的痕迹，那个都代表气缸里面可能有进水的现象，就是水汽过重的现象。那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拆气缸，做气缸床垫的检查或者更换，这个是最严重的症状了。
那其他的话，水箱水会减少。哦，对了，像欧系车的话，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整个副水箱，它就是跟水箱是一体的，它是有承受压力在。所以如果是欧系车的话，还必须检查你的副水箱。其实日系车也要检查啦。我之前有拍过一片，就是我的回水管里面有长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里面，就有点像青苔那种东西，但是是红色的，它堵住，所以变成说我的副水箱水很多，会变多，但是不会变少，就是因为当水箱压力增大的时候，水箱盖里面被顶开嘛，然后热水就跑过去。但是当我停车以后，这边的压力减少，就是虹吸原理关系，它照理来讲要把它吸回去，结果因为堵塞，因为吸的压力比较小，所以它吸不太回去，就变成我的副水箱水会一直会变高变多，但是不会减少。我是有一次发现开水箱盖，发现我的水箱水怎么少了？这边水变多，就是我那时候就发现说有没有可能是回水管的问题，所以这个回水管也要检查。那欧系车的话，它就是水箱，它会有2条管子，会连通到它的副水箱，所以欧系车那2条管子的接头也要检查。然后欧系车这一块也要做检查，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应该看得出来，它都是2块合在一起。尤其欧系车，它的副水箱必须承受压力，所以很有可能那边也会产生泄漏。然后再来，水箱水会减少，就是水帮浦，因为水帮浦它就是引擎那边有一个圆口。然后水帮浦从外面装进来，不管是皮带带动或者是电动的水帮浦，它都一样，它都一定会有一个类似转轮的东西会伸进去引擎内部，然后从外面锁起来，然后它就是在里面打水，把水往上打，带动整个散热系统的循环。如果那边开始泄漏，也是，如果那边出问题，也是会开始泄漏。那检查的话，多半我是建议没有经验的朋友，可能就是给车厂修做检查会比较方便，因为这个多半都要拆旁边的盖子，然后可能要下皮带啊，诸如此类的。但是如果那边开始泄漏的话，看下面的护板，它一定会往下滴。如果看下面的护板，或者说你这块护盖的下缘，如果看到有水箱精的颜色出现，那也有可能是那边开始泄漏。那基本上，散热系统水会莫名减少的可能原因，就大概就是这些了。哦，对了，像如果是暖水排、热水排那边出问题，如果严重一点，可能你就是副驾驶座下面的地毯或者手套箱下方也会有看到有水滴，有冷却水滴下去的痕迹，那个也是要检查的重点之一。那除了以上讲的这边以外，应该会造成水箱水减少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比较难判断的就是自然蒸发啦。像我记得我前几篇我有讲到我的副水箱水，我都是加到上限，然后现在也看得到，有变低，那是因为我又1个多月没开车了。然后我的车又长时间的停放在曝晒的地方，所以我的副水箱水自然蒸发的几率会可能比各位朋友的车高一点。因为我的副水箱水减少，我做过很多检查，我找不出来有漏水的可能性。
然后我的车在开起来也一切都正常，然后我的腹水羊水减少的速度算很慢，以我目前停车的环境的条件来算很慢，所以目前我并不担心我的腹水箱水减少的问题。好啦，以上就是冷却水有可能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跟检查方式，然后希望各位朋友，可能有空的时候就稍微检查一下，在问题扩大，在小问题变大问题之前，赶快做个补救，这样会比较好。好了，谢谢各位，拜拜。